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，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，再打開旁邊小鈴鐺，這樣每次有新影片，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也幫我按個讚，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，謝謝大家。我們現在正式開始。好，今天呢，我們要來聊一個所有人，特別是身在台灣的我們，都絕對無法忽視的巨大變革——全球貿易。你可能覺得過去這幾年，從貿易戰打到供應鏈重組，整個世界好像亂成了一鍋粥。但我要告訴你，這真的不是混亂，這其實是一場非常有計劃的拆除重建，一套全新的遊戲規則正在取代舊有的秩序。而這背後唯一的驅動引擎，你可能真的想不到，竟然是氣候變遷。所以啦，這就帶出了我們今天最核心的一個大哉問。這些貿易戰打得烽火連天，究竟只是短期的政治噪音，還是一個新時代來臨前的序曲？有沒有可能，我們現在正在親身經歷的是一場堪比工業革命等級的典範轉移，而整個全球經濟的底層作業系統正在被一行一行的重新編碼？接下來，我們就一步步來拆解這個正在發生的未來。OK， 今天的分析我們會分成4個部分來走。首先，我們先來看看舊世界收到的那張拆除通知書，這可以說是一個時代的告別。接着，我們會深入歐盟的計劃，看看他們正在畫的那張碳藍圖是怎麼成為新世界的地基。再來，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轉折，我們會把焦點轉到阿非洲，看看他們是怎麼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綠色機遇，準備彎道超車。最後，我們會把格局拉到最大，聊聊一個叫做氣候俱樂部的未來概念，它將會決定誰是新賽局的贏家，而誰又會被淘汰出局。好，我們進入第一個關鍵點：拆除通知。當初川普對着全世界揮舞關稅大棒的時候，絕大多數的媒體都只聚焦在那些政治口水戰。但如果我們的眼光只停留在這個層面，那就會錯過真正的大戲。只要把我們的視角稍微拉高一點，就會發現這些看似混亂的舉動，其實是在為那個舊有的全球貿易體系發出一份無法撤銷的拆除通知，正式宣告一個時代的終結。這裡我們要先理解一個概念，叫做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。講白了，就是二戰之後大家講好的一套玩法，目標很簡單，就是透過貿易讓大家一起賺錢，這樣就比較不會想打仗。但現在這套玩了幾十年的系統正從根基開始崩壞，對企業來說，這當然是個災難。規則沒了，下一步要往哪走，誰都不知道。但有趣的地方就來了，破壞的另一面永遠都是創造。當舊的違章建築被夷為平地，我們反而得到了一塊乾乾淨淨的黃金地段，可以從零開始蓋一棟真正符合未來需求的智能綠建築。這片廢墟恰恰就是新藍圖的起點。接下來，我們就來看看是誰第一個在這塊黃金地段上動工的。當大家還在廢墟中彷徨、不知所措的時候，歐盟已經搶先一步拿出了新世界的設計藍圖。而這份藍圖的基石就建立在一個關鍵字上面，那就是碳。他們打算用碳這個字來重新定義未來的一切。要搞懂歐盟在玩什麼，我們得先來談一個很重要的概念，叫做碳洩漏。這個概念其實很直白，你想象一下，歐盟內部嚴格要求工廠減碳，那生產成本是不是就變高了？這時候企業會怎麼做？很簡單嘛，就把工廠搬到那些環保法規比較寬鬆的國家去，在那邊盡情的排放，再把做好的便宜產品賣回歐洲。那結果是什麼？歐盟自己國內的減碳數據變漂亮了，但是地球的總排放量一滴都沒有少，污染只是換了個地址而已。這個就叫做碳洩漏，它就像一個巨大的漏洞，會讓所有減碳的努力最後都變成一場空。所以為了堵住這個大漏洞，歐盟就推出了他們的王牌武器——碳邊境調整機制，簡稱 CBAM。它的運作邏輯其實可以拆解成3步。第一步，任何高碳排的商品，比方說鋼鐵或是水泥，要進口到歐盟。第二步，
歐盟會去計算這批貨在它的原生國家製造的時候，到底產生了多少隱含的碳排放。第三步，進口商必須為這些碳排放買單，也就是去購買等值的碳憑證。你看，它的核心目標非常清楚，就是要創造一個公平的賽場。不管你的工廠是開在德國還是在越南，只要你想進來歐洲市場，你的碳成本就必須拉到跟我們一樣的基準線上。如果你正在聽，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。有一位德國的政府高層就特別強調說，這是一個氣候政策工具，它不是關稅。這句話可以說是整個策略的靈魂。為什麼要這樣切割？因為關稅聽起來像貿易保護，很容易引來各國的報復。但是氣候工具就完全不一樣了，它佔據了道德的制高點。歐盟想傳達的訊息是，我們不是在搞貿易壁壘，我們是在建立一個全世界都應該遵守的新標準。這不只是為了在 WTO 的規則底下站穩腳跟，更是在向全世界宣告，未來想跟我們玩，就得遵守我們的環保規則。這就引發了另一個很有趣的思考。直覺上，這種高標準的綠色規則應該會大大打擊到發展中國家，對吧？但故事的發展卻出現了一個你可能完全想不到的驚人轉折。有一個長期被看作是全球貿易邊緣人的角色，現在反而可能因為這套新規則成為最大的贏家。這個潛在的冠軍就是非洲。為什麼會是非洲？這裡有一個後發優勢的概念。你看，過去幾十年傳統的工業化路徑，不管是歐美還是亞洲，基本上都是同一套劇本，叫做先污染後治理。各國都蓋了大量高污染的燃煤電廠、鋼鐵廠，這些東西現在都成了轉型的時候甩也甩不掉的沉重資產。但是非洲大部分的國家工業化程度並不高，他們沒有這些歷史包袱，這反而讓他們可以輕裝上陣，直接跳過那個骯髒的發展階段，一步到位，直接部署最先進、最乾淨的綠色技術。他們不用煩惱怎麼拆舊的，直接蓋新的就好。這個趨勢正在徹底翻轉全球製造業的選址邏輯。過去工廠是跟着便宜的勞工跑，但在未來工廠將會跟着便宜的綠色能源跑。為什麼？因為在 AI 和自動化的時代，最頂尖的技術和知識可以透過網絡在0.1秒內傳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，成本幾乎是零。但是便宜的陽光、強勁的風力，這些是地理上的天賦，你是搬不走的。所以未來最高效的工廠必然會蓋在那些擁有最豐富再生能源的地方。非洲氣候投資公司的執行長 James Mwangi對這一點有了個非常震撼的比喻。他說，未來的沙烏地阿拉伯不再是產石油的地方，而是產再生能源的太陽能地帶。而世界上最便宜的那顆電子將會是非洲的電子。這句話點出了一個驚人的未來。非洲的太陽能很可能會像過去中東的石油一樣，成為驅動全球經濟的新引擎。這就是他們在這場新賽局中最強大的一張王牌。好，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。從歐盟的 CBM 一路談到非洲的綠色機遇，我們看到了一個非常清晰的趨勢。現在我們把視角拉到最高，來看看這個趨勢的最終形態。一個由先進國家主導，目標是重寫全球規則的聯盟。這個聯盟有個名字，就叫做氣候俱樂部。那什麼是氣候俱樂部呢？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個高標準的精英聯盟，會員國都是那些願意嚴格減碳的國家。在俱樂部內部，大家貿易有關稅優惠，一片和氣。但對於非會員國，他們就會用類似 CBAM 這種工具來課徵所謂的氣候關稅。這就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壓力，逼着其他國家去思考：你是要加入我們，一起享受綠色貿易的好處，還是要被排擠在外，讓你那些高污染的產品漸漸失去競爭力？這就是用貿易手段來防止某些國家享受搭便車，享受別人辛苦減碳換來的乾淨空氣，自己卻什麼都不做。這個俱樂部的任務主要建立在3大支柱上。
第一，圍堵碳洩漏，在全球的範圍內建立起一道防護網。第二，定義綠色標準，為未來的綠色鋼鐵、綠色水泥這些產品制定全球通行的品質認證。誰掌握了標準，誰就掌握了話語權。第三，則是賦能轉型夥伴，提供技術和資金，去幫助像非洲這樣的新興經濟體，讓他們可以直接跳級進入綠色工業10大。這3大支柱合起來，就是要打造一個全新的全球化的綠色供應鏈。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，我們看到一套全新的全球貿易規則正在形成，它有3個最核心的原則。第一，永續性不再是一個掛在嘴邊的口號，而是最高的指導原則。第二，碳排放從一個看不見的外部成本，變成了你資產負債表上面必須要真金白銀支付的真實費用。第三，綠色製造力將會直接決定一個國家的經濟競爭力。請記住，這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環保議題了，這是一場赤裸裸的經濟權力重組。所以最後，我想留給大家一個最關鍵的問題：當這場全球賽局的規則正在被徹底改寫，身為一個能源高度依賴進口、經濟又完全靠出口支撐的國家，台灣，我們準備好要加入哪一支隊伍了呢？我們的產業、我們的能源政策都準備好了嗎？這真的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深思。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。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，記得馬上點讚、加訂閱、加開啟小鈴鐺。我們正在衝訂閱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